大家好，我是 Miso。今天呢，我要来去介绍我的哪路头头的模组更新啦。那这次的更新呢是0.2.8的更新。这次的更新呢，主要是对系统上面做了蛮多的调整，还有一些酷酷的建模啊什么的。那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带你们来看看这次的更新内容吧。首先，我修复了一个存在很久的 bug， 也是蛮烦人的一个 bug， 就是我们在水上走路的时候，有时候遇到这种草会掉下去嘛，就是水上走路会失效。那现在呢，我终于修复了这个大概从水上走路一出来就一直存在的 bug 了。现在呢，我们终于可以毫无顾忌的在水上走路了，就算底下有海草啊或者海带啊什么的，都不会再被绊倒了。好，那再来下一个呢，是修复了一个小的 bug， 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是隐形状态下开启血轮眼的话，这个眼睛也会跟着隐形的。原本的话是眼睛会继续渲染嘛，那现在呢，我把这个眼睛渲染也会跟着隐形一起消失了，大概像这样子。对，眼睛会不见了。再来，我对属性点做了一些调整。现在每个玩家总共有500点属性点可以去分配，也就是说，你最多就只能在这些各个属性内分配500点属性点。就算你今天拿到了超过500点属性点，但是你已经分配了500点属性点在这些上面的话，你就不能继续分配了。这是为了防止可以无限提升自己能力的状况发生啦。那有时候威力可能太大，就会触发一些 bug 啊什么的。然后大家看到这边有个加时，这个就是我这次新增的一个比较方便的点属性点的方法，就是我们点一次就是加时，点一次就加时，点一次就加时，点一次就加时，就是我们不用在这边一个一个按啦。对，可以直接用快速的方法去点它。哦，对，另外说一下，如果你在以前旧版本已经点了超过这个属性点的限制的话，那你进入世界的话，它会自动帮你全部归零，然后你就要再重新去分配你这个500点的属性点。所以大家如果是旧版本，然后要移植到新版本的话，这点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再来，这次我也新增了一个小方便的功能，就是我新增了一个按键，展开忍术栏的按键，这里预设的按键是句号键，那我们只要按下句号键呢，我们就可以展开我们目前学会的所有忍术，那是这样子。然后呢，左边那个小红色的三角形就是你当前选择的忍术，那我们用 X 跟 C 可以做切换，方便我们可以在战斗的时候更快的看到我们要切换到哪个忍术啦。然后因为 X 跟 C 的顺序可能会跟旧版本的有点反直觉啦，所以呢，你们可以自己去稍微调一下。原本 X 是下嘛，那我是直接把它变成了 X 是上一个忍术，这样子可以更直观的去切换我们的忍术。然后这一次我也降低了我们忍术栏位最高的格数，原本我们最高忍术栏位是可以来到20个嘛，那我发现20个真的是有点太多了，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会用到那么后面的忍术，所以这次我把它降低成15个，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智力点最多只能点到50了，对，我们只能增加5个，也就是最高智力只能点到50了。那一样根据智力点提升的东西呢，几率我都有做一些调整，那些什么 DNA 属性针啊，或是什么铸件细胞啊，这些成功几率是会指数型成长的，就是它不是等比例，它是会指数型成长。再来我也新增了佐助的须佐能乎的完整形态，是完整形态哦，还不是完全体，那我们就直接放给各位看。我们先敲须佐能乎这一个，然后我们这边就多了一个完整，原本是只有肋骨跟骷髅嘛，那现在呢我们多了一个完整的，那我们就开给各位看，大概像是这样子。哦，对，说到这个，我们现在须佐能乎呢是需要同数点才可以开启的，例如我现在同数点只有20，肋骨可以开了，那骷髅是需要30，那完整的话就是需要40，那我们就直接把它点到40，然后我们就可以开了，像是这样子，对，大概长得像是这样子，没有错，这个建模我也是建了蛮久的啊。然后呢，在这个形态下，我们有多了一招技能可以用，也就是我们的弓箭，然后它会在我们的第一栏，没有错。那在这一栏按下右键的话，我们就可以射出我们的须佐能乎之箭，这样子。嘿，好，我射空了，因为它在我的头上，所以我们需要稍微瞄的低一点。嘿，对，就是这样子，威力非常的大。然后这边有个小的 bug， 就是虽然我们在第一人称下是有动画的，就是这个拉弓动画的，可是呢，因为现在 Gekka Lip 这个插件的盔甲动画是坏掉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在第3人称是看不到动画的，真的是很可惜啊。对，然后别人也是看不到你的动画的，目前就是只有在第1人称下才能看到我们的动画。希望那个作者可以赶快修复这个 bug 啦。像是我们前面的那个拳头也是一样，那个拳头也是只有我们自己才看得到。然后现在我们右键这些特殊的技能的话，也会消耗查克拉。然后他们的伤害计算方式我也重新更新过了。原本的话我们是不用消耗查克拉的，然后伤害都是固定的。那现在呢，我们的伤害呢，例如说我现在是须佐能乎，那这个伤害呢就会随着我的同数点越高，那这个特殊技能的伤害也会越高。那如果是尾兽模式下的话，这2招技能
也是会根据你的忍术点越高，那这2招技能的威力也会越高。然后现在他们也都是需要消耗查克拉的，下面这边都有写300跟150。然后这次我也稍微 buff 了一下尾兽模式的攻击。因为原本那个攻击模式真的是太难中了，所以现在呢，我把它改成自动瞄准，然后又是范围攻击。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只要切到这个手，我们前方范围内的生物就会有粒子效果。这时候我们按下右键的话，它们的底下就会延迟一段时间，然后伸出我们的尾兽之手，大概像是这样子。对，像这样子，就我们不用再自己瞄准了啦，变得比较方便我们使用，然后距离也是蛮远的，像这样子我也可以打到那边的水门。嘿，这样子，嘿。好的，那再来，我又新增了一套忍者装备，就是我们小组织的装备，没有错。那首先是我们的衣领，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衣服，然后这是我们的脚，对，这就是我们小组织的装备，给各位稍微看一下，大概就是这感觉。我先把我的这个关掉。然后呢，我们还有斗笠可以戴，一个是有衣领的斗笠，一个是没有衣领的斗笠。那我们先戴有衣领的给各位看，就变这样子，就是宇智波鼬初登场的时候，大概就是穿这样子的。然后如果这时候再搭配写轮眼。哇，帅！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无衣领的。无衣领的话，就是直接帮你戴一个帽子，然后你也可以不用穿这些装备，就是单纯戴着一个小组织的斗笠。那现在这些衣服呢，除了可以跟天天买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在野生的叛人营地的箱子里面，有几率会发现这些衣服。就是现在里面不只会有这些东西，有可能还会开到衣服，例如小组织的长袍啊，或者是上次新增的木叶的装备啊，都是有可能在这些箱子里面找到的。那如果找到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拿去卖，如果你已经有的话。然后我们现在击杀叛人的话，会减少我们的叛人值了。例如我现在叛人是30跟2，然后如果我把他杀了，就会变成29跟1，没有错。我们只要杀一个叛人，不管是木叶的或是杀影村的，都会减少叛人值了。再来，我也新增了大玉螺旋丸的动画。原本我们的大玉螺旋丸呢是飞上去之后直接在头上凝聚一颗螺旋丸嘛，那我觉得这个没有动画有点太怪了，所以呢，我也帮他新增了一个动画，这样有没有？举手了，然后再往前冲，嘿。是这样子，简单的2个动画。然后如果是超大玉螺旋多连丸的话，也会有，然后分身也会有，大概像是这样子。对，他们都有动画，看起来就比较顺眼了一点啊。除了他们有动画以外呢，自来也会有动画，毕竟自来也是会放超大玉螺旋丸的嘛。在哪里？有了。对。一样都有动画的。再来，我又再一次修复飞雷神复制的 bug。这个飞雷神真的是很容易复制出来啊！我已经很努力的修改它的运作方式，虽然它现在发生的几率会比以前低了一些，但是它还是有几率会发生的。例如对方使用替身术啊，或是像是安德这种不能被投掷物丢中的生物，它就有几率会触发飞雷神复制的 bug。当然，我有稍微降低了一下它发生的几率。总之，我还是会努力继续修复的。那最后，我新增了一个刚刚在天天的交易页面大家应该有看到的东西，就是重置属性点的一个物品。那这个东西卖1000块，我们只要按下右键，我们就会重置我们目前的属性点，可用属性点1、2、3，那它就会全部帮我们归零，然后还到我们的属性点，然后我们就可以再次重新去分配啊。对，最后补充一下，我最近会在做这些有关于系统的平衡，是因为我打算想要开一个火影忍者的伺服器啊。但这都只是在打算，就是真正实现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所以呢，我会最近一直在努力做一些可能以后多人伺服器上面会遇到的东西啊，遇到的问题啊，然后做一些平衡之类的。那关于这点，大家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就是你们会不会想要加入这个伺服器啊，或者是你们觉得如果这个东西开成伺服器的话，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都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哦。好了，那么以上差不多就是这一次的更新内容啦，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更新。如果你喜欢这个模组的话，可以帮我点个订阅，或是喜欢有任何建议，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喽，各位，拜拜。